冯老也没打算将真正的信息告诉萧炎，或许现在不说出来，对萧炎却是一件好事。小家伙，有些事情还是少知道的好，到时间了，你自然会知晓。我现在只能告诉你，你从刚开始被焚诀选中之后，你就已经变得不简单了。见冯老也不愿意告诉自己真正的答案，萧炎也没有去追问，因为他知道，或许已经走在了一条不一样的人生路上了。既然是焚诀选中自己，那么自己必定走在了与寻常人不一样的神之路。前辈，你如何助我？萧炎也是将思绪调整了回来，喃喃道：我想你也应该已经知道，我就是三昧神火中的最后一道本源，意念之火。其实我早已经在你进来这里时，便察觉到了你身上有诸多火焰的能量。开始让老夫吃惊的是，你不仅收服了幻虚神火，还收服了暮光之火和神元之火。直到现在，我发现你拥有焚神之力后，我便不那么吃惊了，因为你是我们要等的那个人。既然你已经来了，那么我自然不会与你发生偏执。况且暮光之火和神元之火都被你收服了，我也没有话可说了。如果今日换作是别人来此处，老夫早已经让他身陨了。橙袍老人说到最后几个字时，很明显加重的语气，萧炎也感受到了对方的那股霸气之姿。毕竟他乃是神火本源，神火诞生于大众，那么自然不会那么容易屈服，更不会屈服于一位小小人类。只不过萧炎虽然是人类，但是他却不是普通的人类，因为他是被焚诀所选中之人。萧炎也是看得出来，自从自己说了焚神之力后，这橙袍老人对自己也是极为的客气。以萧炎的智商，自然也是明白了其中的缘由。自己在每一次收服神火如此简单，都是因为自己身上有焚神之力，就是这股能量才使得他在收服炼化神火的时候非常的顺利。或许这就是被焚诀所选择之人的福利吧。想到这里，萧炎也是无比的兴奋，并且萌生了一个想法：从今往后，自己身上的焚诀绝不能对别人透露。如果一旦透露的话，那么必定会引来杀身之祸，甚至焚诀也会就此被抢夺而去。小子，你准备好了吗？橙袍老人的声音传入萧炎耳朵，顿时让的萧炎打了一个激灵。这最后的三昧神火本源也是差不多到手了，就差将其本源吸收炼化的话，那么也将三昧的3道神火本源筹齐了。一旦3道本源彻底的在萧炎体内融合，那么萧炎也就有了冲击天位神的资格。对于天位神之列，萧炎终究也是要踏足了。曾经只能对其仰望的神之境界，到如今也有了去突破的资格。想起来都抑制不住心中的那一份激情。随着萧炎在神之路上的不断成长，他的天赋和实力也正在不断的往高处蜕变。萧炎深深的呼吸了一口气后，眼神之中多了一抹坚定，对着橙袍老人重重的点了点头道：前辈，小辈已经准备好了。见到萧炎那肃然起敬的模样，也让的橙袍老人非常的满意，脸上带着淡淡的微笑。下一刻他便是化为一道橙色的火苗，直接朝着萧炎的眉心处暴掠而进。萧炎的身躯一震，感受到一股极其火热的能量进入自己的体内后，也是非常熟练的运转起焚神之力。因为有了焚神之力的加入，对神火本源能量的吸收和炼化也会加快数倍不止。当然，做完这些还没有结束，想要以最快的速度，自然是少不了焚诀空间。想要彻底的将意念之火本源能量吸收殆尽的话，平常都是需要数十年甚至更久的时间，但是在焚诀空间里，只要3年时间就能对神火本源的炼化以及突破到第一序列神之上的天位神。萧炎也必须在3年之内完成对神火本源的吸收以及突破天位神。毕竟3年之后，万兽神界将会引来有史以来最具有毁灭性的猪龙之战。神龙夺取万兽之心，就是想吸收万兽之心的能量，助自己能够突破到传说中的5重天位神层次。所以为了面对3年后的猪龙之战，圣龙族和祖龙族以及各大神兽强者都必须花更多的时间投入其中修炼，而萧炎和圣龙就是首当其冲。只有萧炎成功突破天位神后，才有机会修炼此前的诸多底牌。也很想知道，成为天位神后，那等神之领域的力量又会是多么的恐怖强大。感受到一股狂暴的炙热能量在萧炎体内不断的穿梭时，还是能够有着一丝被焚烧内脏的痛苦感。虽然已经减少神火本源对自己本身的焚烧之感，但还是有着不同程度的痛苦，但这也是在所难免的。如果是换作其他神奇在收服炼化神火本源，不是被强大神火本源所反噬，就是被焚烧吞噬，而且那种还是没有任何的反抗之力。如果一旦将神火彻底的收服，那么自身的实力也将会大大的提升，战斗力更是爆棚，在同境界中更是无敌的存在。就算面对一些比自己还要强上一些的神奇强者，也有着一战之力，至少不会被打得落荒而逃。这意念之火的能量还真是磅礴无比，在对方如此主动住自己的情况下，自己的意识竟然还是被悄然无息的入侵其中。可是萧炎也是在第一时间发现了异样，在焚诀空间里，任何隐藏起来的能量都会被探查出来，将其显现。还好有着焚诀空间作为自己每一次突破修炼的最佳之地，同时也成就了萧炎的强大。狂暴的神火本源在萧炎的体内四处乱窜着，让得萧炎的额头都是疼痛的冒出了冷汗来，嘴角也是变得苍白起来。看来想要吞噬神火本源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不过萧炎也必须要挺过这一关，只有这一关熬过去了，才能蜕变起来。想要成为真正的神奇强者，就需要不停的被磨练，而这种磨练自然不那么轻松。萧炎此刻
也是将焚神诀运转到极致，将其中的焚神之力彻底的释放而出。同时，自己的神境灵魂也是不断的控制、稳定住意念之火本源躁动。强大的神境灵魂力量形成了一个透明的屏障，以自己笼罩在了其中，配合焚神之力减少意念之火的狂暴之气。三昧神火的最后一道本源，在萧炎看来，比起之前的暮光之火和神元之火的吸收炼化，更加的要难得多。因为它会时不时的钻入自己的意识里，想要操控自己。所以在控制稳定意念之火的本源同时，还要预防意念之火对自己意识的入侵。在焚诀空间中，萧炎也是盘腿而坐，意念之火进入萧炎体内后，也是爆发出极其恐怖的温度。在这般高温下，即使萧炎体内焚神诀也是逐渐变得滚烫，乃至灼痛了起来。虽然这意念之火的本源温度绝对是非同凡响，比起暮光之火和神元之火，这意念之火的温度更胜一筹。萧炎想着，如果将意念之火吞噬炼化的话，那么以后就可以利用意念之火灼烧对手的意识，同时也可以操控对方。然而体内虽然再度出现灼痛之感，对萧炎来说再痛苦都要忍受下来，当下便是强稳住心神。奇特的焚神之力从体内暴涌而出，旋即成天罗地网之势，对着那在体内肆意破坏的意念之火包围而去。体内在焚神之力的重重包围下，那团意念之火云仿佛是见到了什么令他忌惮的东西一般，直接选择了去放弃抵抗。这就是火焰最原始本身的霸道狂躁。虽然意念之火本源已经主动愿意给萧炎吸收炼化，但还是时不时的爆发出恐怖的力量。萧炎的心神透过焚神之力注视着其中的意念之火，萧炎心神一转，焚神之力翻滚，旋即一股股奇特神秘的焚神之力延伸而出，最后犹如一条条管道般插进了那团巴掌大小的橙色意念之火中。随着焚神之力大量的灌注，那团意念之火似是也感觉到不妙，立刻剧烈的翻腾了起来。在焚神之力的笼罩下，不管他如何蹦跶乱窜，都得乖乖的等待着自己对其炼化吸收。下一刻，萧炎的心神一动，那焚神之力的输送速度便是变得越加迅猛，面无表情。吸收炼化的速度虽然有些缓慢，不过萧炎也并不着急，毕竟不管怎么说，意念之火乃是神火，乃是大纣所孕育最具毁灭力量的神物。如果仅靠自己的力量对其吸收炼化本源，那所需要的岁月可是一个极为恐怖的数字。如今在焚诀空间里，那么就另当别论了。时间在这里飞快的流逝，足足比外界快了数十倍。萧炎也是沉浸在了漫长炼化神火本源的长河中，丝毫不为外物所动，凝聚着心神，将所有的关注全部都投以那团橙色火焰中。万兽之源外部，诸多圣龙族之人看到万兽之源的能量变化，心中也是有些惊异起来，因为他们不知道这是什么变故，当即也是将目光投向了圣龙，而后者也是凭借自身的神之感应，直接观察到万兽之源内部的异常变化。在圣龙的感知下，其中的那股神火能量竟是已经逐渐的减弱，兽心本源开始逐渐的变得磅礴起来。难道说，看来萧炎真的做到了？才几日的时间，他就做到了，此子真的不简单啊！随着兽心本源的能量恢复，圣龙也是极其的激动起来，因为在这数百万年的时间里，他已经被这神火本源耗尽了无数岁月的精力，如今在萧炎的手中，竟然能够在几日的时间里就解决了神火吞噬兽心本源的问题，着实不让人惊叹。萧炎的可怕之处啊，他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在圣龙说出这样的话时，在场的所有神兽之人皆是满脸激动之色，有些神兽更是化为本体，开心兴奋地飞向天空咆哮起来。解决了，终于解决了万兽之源的问题了，我的血脉力量也会得到提升了。一道化为本体的神兽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狂喜，竟是直接大喊出声来表达自己的雀跃。我的修为也不会停滞不前，再我一些时间，定也能突破更高的境界了。现场一声哗然响起，瞬间那气氛也是达到了极致。看着如此激动开心的神兽们，圣龙也是会心一笑，这种气氛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出现过了。这一次，随着萧炎的到来，这种气氛又被拉了起来。圣龙大人，这叫萧炎的人类还真是有两把刷子啊！说话的是圣龙族的大神斩，对于萧炎的能力，此刻他更是无比的认可。以我的眼光，此子以后必定会成为第一等级世界的佼佼者，或许还能够登顶神界之巅也说不定。圣龙对萧炎有着浓浓的自信，只不过这自信究竟从何而来，他也不太清楚，只能说这是一种给他的感觉。登顶神界之巅，圣龙大人如此看好这位人类萧炎吗？大神斩虽然已经认可萧炎的强大，不过也不太敢去相信日后萧炎真的能够登顶神界之巅的那等高度，因为想要登顶神界之巅可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就算是巅峰天位神也无法做到在第一等级世界中只手遮天。其原因也非常的简单，因为在天位神之上还有一个只存在于神界传说中的神境领域，至于是什么神境领域，就算是他们也不清楚。目前9重天位神已经他们所知道的最高神之境界，而天位神之上的神界传说，恐怕唯有那些真正的超级神奇才会知晓吧。不过大神斩觉得圣龙对萧炎有那么大的期望，也是有些匪夷所思。难道说圣龙在萧炎的身上看到了什么惊人的秘密？既然圣龙都如此看好萧炎，自己也自然不会不相信。圣龙大人乃是他们整个圣龙族的族长，他
他的眼光见识独到，可远比自己要高强得多。随着神火本源被萧炎的炼化吸收，兽心本源也是逐渐的恢复起来。在圣龙的吩咐下，所有圣龙族之人在这一刻也进入到了修炼当中，包括圣龙自己以及那3位神斩。随着兽心本源的能量逐渐增强，他们的血脉力量也是有着很明显的提升迹象。万兽之源内，萧炎对神火本源的吸收炼化，也不知道持续了多长时间，或许是1月，也或许是更久的时间。此刻对于时间的概念在这里变得极其的模糊。在焚神之力的疯狂输送下，那团橙色的神火本源已经从以前的剧烈挣扎反抗变化成了现在的安静温和，这显示着意念之火的意识也已经逐渐的消失殆尽。宁静的体内突然间有着一道细微的咔嚓声音响起，而随着这声音的响起，萧炎安静的心神也是狠狠地跳了一跳，看着被焚神之力重重包围的意念之火，此刻后者正悬浮在其中，橙色的火焰光芒温暖而祥和。原本充斥着攻击与破坏性的意念之火，经过萧炎长时间的炼化吸收，那丝意识终于是彻底消散不见。注视着那团意念之火，萧炎的神境灵魂也是被释放到极致，控制着那团意念之火缓缓移进经脉之中。焚神诀也是不停地运转着，帮助萧炎加快对神火本源能量的吸收，炼化失去意识的意念之火，比萧炎想象中的要轻松。这或许是因为这具身体被这意念之火焚烧了很长一段时间的缘故吧，使得两者间隐约间有种默契。这次炼化意念之火几乎比之前要更加的顺利。当然，吸收神火本源都有一个共同点，那便是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来吸收炼化，这过程也是相当的缓慢。这缓慢的速度在焚诀空间的加持下则是极其之快，至少已经加快了数十倍的速度了。一旦将这意念之火彻底的炼化完毕，那么完整的3昧神火也就会彻底的诞生。当年这3昧神火的力量令得3龙都拿他没有办法，萧炎倒是要看看在自己收服了这道神火后，那实力那力量又将会达到何等恐怖的层次。萧炎的心神望着那安静流淌在经脉之中的意念之火本源，一股喜意缓缓地从内心深处攀爬而出，最后令得其脸庞上布满了愉悦笑容。因为将意念之火炼化后，萧炎便是能够激活焚神9火的第2火力量。如今焚神1火的力量能够对战寻长天卫神或许没有问题，可是对战一名4重天卫神就是有着巨大的差距。而焚神2火的力量被激活后，对于萧炎在3年后的猪龙之战中也将会取得一个极其重要的核心战力。待得萧炎突破1重天卫神之后，就会去修炼他之前所获得的强大底牌。3年的时间也是即将要流逝而去，在这3年不到的时间里，万兽神界也是非常的平静，不管是哪一方神兽族都没有对发生战乱。这样的平静也是让得万兽神界出现的短暂的生机勃勃之色，也是有史以来万兽神界最安静最和平的时期了。但是各大神兽族最近却是感受到了一股即将腥风血雨即将来临，因为一些实力强大的神兽强者已经感受到万兽神界中有一股强大的恐怖波动，那一股波动就算是圣龙感受到都会大吃一惊。不少神兽族甚至对自己的族内加强的防御，甚至有一些神兽族竟是已经将护族大阵都施展出来。他们也已经预测到在接下来的万兽神界中将会有一场大变动，甚至也有人传言神龙族的最近已经有所行动，开始部署他们的强大战力，甚至已经将消息放出，他们神龙族已是拉拢了诸多神兽势力，准备共同创建一道更加庞大的势力。而这庞大的势力被称为龙盟，而主导整个龙盟这庞大势力的仅仅只有神龙族而已。其他神兽势力虽然加入了龙盟，可是连一点的话语权都没有，因为只要有反驳或者是意见，都会被神龙族击杀，甚至将整个神兽族都抹除。如此可怕的手段也只有神龙族做得出来，而能够让诸多神兽势力都不敢去得罪的神龙族，是因为神龙族当中诞生了一位数百万年以来一直都不曾有过的超级神奇，对方只要愿意就能够在一夜之间将一道神兽势力彻底的抹除干净。在如此绝望的逼迫下，这些神兽势力也没有丝毫的办法，最终在神龙族的主导下，他们创建了龙盟。而随着神龙族的声威越来越大，加入龙盟之中的神兽势力也是愈发的多起来，从开始的几道神兽势力到现在的几十道神兽势力，而加入龙盟的这些生神兽势力在整个万兽神界当中都是属于中上等的强大势力，而弱于中等之下的神兽势力，特别是那些魔兽势力，基本上直接被神龙族给一招灭杀。如今神龙族大费周章的创建龙盟，为的就是让万兽神界的一些强大神兽势力整合在一起，那目的也是显而易见，那就是能够轻松的铲除圣龙族和祖龙族。因为在这3年的时间里，他们也必定有所准备，如果2大神兽族联手起来，那么他们神龙族的底蕴自然会不敌，所以神龙也是将想法打在了龙盟身上。这样一来，所有的神兽势力都不会去支援圣龙族和祖龙族，这样一来，猪龙之战开启，那么圣龙族和祖龙族将会是强弩之末，迟早会被神龙族彻底的抹除在万兽神界。之所以这一次神龙族如此尽心尽力，就是因为圣龙族和祖龙族皆是最强3大神兽族之一，不乏还有一些强大的手段在，所以为了万无一失，神龙才创建了龙盟。日后将圣龙族和祖龙族除名之后，那么他便是万兽神界的最强之神，同样也会是最强的龙神。所有加入龙盟后的那些神兽势力
都将会被神龙所掌控。如过识时务，神龙族也不会亏待他们。当然，神龙创建龙盟还有最重要的一个目的，那就是他的目标不仅仅在万兽神界，而是已经延伸到了万兽神界之外的诸神万界。诸神万界乃是3大神界之首位，其中的神之资源也是无比的丰富。为了能够让自己到时候前往诸神万界，闯下一片天地，就必须整合万兽神界中的这些力量。只有这样，神龙还有机会在诸神万界创立属于自己的更强势力，而这个势力也将会是真正的迈入到超神势力当中。不过这一切的计划都要先从圣龙族和祖龙族2大神兽族开始，因为他们2大神兽族是唯一阻碍神龙族称霸万兽神界的强大势力。就在神龙族已经将自己的势力朝着更多的神兽势力延伸过去时，圣龙族的万兽之源中，萧炎依旧是坐在一处云朵上，仿佛这云朵能够承受住萧炎的重量一般。如果现在仔细感受的话，萧炎的气息早已经今非昔比，因为在这差不多3年的时间里，他已经将意念之火逐渐的炼化吸收，使得他现在体内的序列神力已经达到了饱和。他现在就需要一个契机去突破这道屏障。然而，自己体内的神力在逐渐的饱和起来后，那晶莹剔透的宽敞经脉中，橙色的火焰如潮水般疯狂涌动着。在被如今萧炎将其彻底炼化之后，犹如一个乖宝宝般，对于萧炎的指挥没有丝毫的抗拒性，完全没有了以前的那种桀骜性。心神控制着意念之火，顺着经脉流转着。如此经过好几圈循环之后，缓缓地流转经脉，灌注进了那已经变得空荡荡的气旋之内。当意念之火完全进入体内的那一道气旋后，萧炎才缓缓地吐了一口气，旋即心神一动，只见的气旋中心的位置处，顿时涌出铺天盖地的黄色火焰和粉色火焰。随着暮光之火和神渊之火的出现，那原本安静的意念之火顿时变得有些沸腾了起来，仿佛是受到了某种引力。这3道本源皆是具有极强破坏力，若是这3道本源碰撞在一起，不是吞噬对方，那便是被对方吞噬，再没有第2种选择。因此，暮光之火和神渊之火的出现，就算意念之火已经被萧炎彻底的吸收炼化，可依然是凭借着本能蠢蠢欲动起来。当然，蠢蠢欲动的并不只有意念之火，还有暮光之火以及神渊之火也是如此。但面对这3道本源的暴动，萧炎也并没有惊慌失措的样子，然而做出一副非常期待这样的画面。其实这3道本源如此的暴动，是因为他们本就是一体，所以在意念之火彻底的被萧炎炼化吸收后，就会产生3道本源之间的共鸣。此时，这3道本源微微翻腾着，本能的驱使着他们即将要彼此吞噬。与其说是吞噬，倒不如说这是一种融合。只有融合了这3道本源，那么就能够诞生出完整的3昧神火。那样的话，3昧的真正力量也将会彻底的展现在萧炎的面前。那样的神火威力将会是前所未有的恐怖，仿佛就是炼狱中出来的烈火，在触碰这等烈火的时候，都将会被无情的焚烧，连反抗的资格都没有，瞬间就是被焚烧的灰飞烟灭。这就是神火的恐怖之处。当然，不管是炼药师还是一些神奇强者，顶多只能掌控一种神火，因为神火之间的抗拒性是非常之强，一个不小心就会让自己身陨。可是萧炎不同，因为他有着大咒最神秘的功法焚诀，就是因为有了这道焚诀功法，萧炎才能够将如此霸道恐怖的神火以及世间万火都集于一身，这是所有神器和炼药师都不可能做到的。此时3道本源也是即将开始融合，萧炎利用焚诀压制着3道本源的强烈翻腾。若是没有焚诀的话，想要将他们3道本源融合在一起，怕也只能是引火自焚。萧炎的心神微动，一股雄浑的神力便是飞快地自体内涌现，沿着焚诀功法路线运转了一圈，然后小心翼翼地灌注进气旋中，犹如一条界限般矗立在暮光之火、神渊之火、意念之火之间。接下来开始融合吧。萧炎将神境灵魂释放极致，配合多种强大的能量，心神狠狠地吸了一口空气，终于是不再迟疑，一道命令自心中发布而出。随着命令的发布，这3道本源也不再将其刻意的压制，失去了压制的他们，就犹如下山猛虎般，带着令人胆颤的咆哮声，轰隆隆地暴冲而下。最后3道本源便是狠狠地碰撞在了一起。虽然在这3道本源间有着一层焚诀之力在阻拦，不过撞击时依然是发出了一道低沉嘹亮的声响，炽热的温度悄悄地在气旋之中不断的升高。萧炎小心翼翼地操控着焚诀之力，配合第一序列神力将3道本源隔绝开来。但是在融合神火时，焚诀之力还不够用，当即直接释放出了焚神之力。不过即使如此，随着这3道本源如此接近，也是犹如海浪般不断的翻滚，最后如同互相攀比般不断的释放着高温，那模样就像是要将对方都要比下去一般。明明就是一体，在独立分裂开来数百万年后，竟然也有了各自自己的灵石。一道道金色的焚神之力以及神力源源不断地顺着经脉运转，然后灌注进入其中，最后融入进3种本源之内。而随着拥有着奇特能量的焚神之力的加入，本来犹如炸弹般一触即爆的3道本源也是逐渐变得安静了很多。乔的焚神之力的加入，那效果也是非常的明显。看来稳定神火的本源还是属焚神之力，而焚诀之力则是适合融合稳定神火之下的世间万物。看着3道本源没有了之前的躁动，萧炎也是松了一口气。看先前这3道本源彼此间的那种排斥性，他实在是有些不敢想
他们能够就这样融合在一起。不过好在有了焚神之力作为关键的力量，那么就算三道本源在排斥彼此，都要乖乖的被驯服。焚神诀不愧是大咒中的神秘又强大的功法，那调和神火的功效实在是不凡。萧炎的神境灵魂也是紧紧地关注着气旋内三道本源的动静，在见到他们平静下来后，萧炎这才极为谨慎地将那隔绝在三道本源之间的焚神之力膜给撤销而去。薄薄的金色膜缓缓消失后，一黄一粉一橙的三道本源终于是毫无间隔地接触到了一起。